ladies and gentlemen, next up, we'll present your panel discussion. This year, we're honored to have 詹一仁詹博士 as our panel moderator. 今天的 panel discussion 是由工研院电光所所长詹一仁詹博士所主持，主题为如何在产能过剩的市场状态中提升 LED 产品的竞争力。Ladies and gentlemen， 詹一仁博士，谢谢。谢谢各位，我想最后一点时间了，2天来，由我来负责这个 panel discussion。那我想一开始先给各位一个 background。我想大家看到这个产能过剩哦，以及在这个都在这个状态下，有个增加它的产品竞争力。我们要知道产能事实上一个任何产业都没有办法做一个 demand 跟 supply 的这样子一个周期在。那我这边秀的是一个 IC semiconductor 的这个 cycling。就是说，大概从70年代、80年代开始哦，这边秀是90年代到2010年，大概每4到5年就会有一个 cycling 哦，你可以看出来这个 fluctuation， 但是慢慢随着这个领域的这个有些人离开了，慢慢的收敛，所以它的 fluctuation 会 converge。那我想这个东西以 LED 来讲的话，2008年之后，它算是金融危机之后算是第一个复苏的一个产业。那时候最早是 LED 的 TV， 那之后对于 general lighting 的 expectation， 所以造成这2年来非常大量的一个投资，就是里面的 supply。刚刚的 Roger 也提到，像今年年初大概有30% 的这个 price down， 所以这里面牵扯到的一个包括它这个技术的经济以及 technology 的 push 跟这个 demand 的 pull 的这样2个因素在 balance， 所以难免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cycle， 有时候会 oversupply 有这样的。那所以这是一个任何产业都会遭遇到的一个问题在。那我想 LED 也没办法置身事外。那第2个当然就是有更多的厂商参加这个 arena， 以台湾为例，除了过去传统这些LED 厂商之外，那包括像友达、奇美、TSMC、UMC 或者是 Foxconn， 那都有加入这个 arena， 事实上比这个地方更复杂哈。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了4位来宾。那待会我会一一跟各位介绍。那我想我们基本上会探讨几个问题，就是说你如何在这里面保持你的竞争优势，在 oversupply 的这样的条件之下。那各位对于2012年的这个market 的这个 prediction 跟 perspective 是怎么样，是 up down 或者是持平的？那下一个 key application 是什么在什么时候会发生？那我们就是请这个4位的panelists 能够跟我们谈一下他们的感觉是怎么样，他们的报告。那我们马上介绍下面4位。Let us welcome our panelists. Ilka Korgor, Vice President of Global Marketing at Everlight. Yunli Li, CDO at Genesis Photonics. Vincent Chen,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 of Lighting Business Division at LED1102. Sean Zhou, Regional Marketing Director at Asia at Philips Lumilux. Let us welcome them.我们这边是一个各位贵宾可以跟台上讲者互动的时间。那如果你有些问题想要问我们台上的贵宾的话，麻烦请举手，让我们工作人员知道，我会把麦克风递给你们。谢谢。我想一开始，也许我们都请每一位 panelist 各发言大概3到5分钟，针对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issue。然后我想我们也许是从一个global 的lighting 的角度来看一下，所以是先请Sean Philip Luminet 你先表达一些意见，然后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从这个产业，从这个 Everlight 到 Genesis 到这个Red Star OK，so Sean， 我觉得这个主持人刚才提的这3个问题其实很好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的话，我想很重要的点就是如何提高竞争力这一块的话，在目前这个阶段的话，不光是上游、中游、下游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 differentiate 你自己？因为同质化的现象是非常的明显。那从我们 Lumilux 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从最早的大家都是在讲 efficacy， 到目前 efficacy 达到一定的一个水平以后的话，我们更多的在技术研发、在产品定位上面的话，更多的会去强调这个我们的这个component
怎么样在 quality of light 在 reliability 方面的话，能够带给我们客户新的价值，或者是说不同的价值，这是我们想要坚持所走的一个方向。那么从看这个明年的市场情况来看，或者因为在2、3年以后的市场情况来看的话，还是要去根据照顾的不同 segment 来看它发展的趋势。你想现在最成熟的 architecture 为例的话，那目前的话，因为在未来5年大陆的话，基本上不会再有重大的这个奥运会啊、世博会啊这样的 event。那么现在景观照明的话，基本上都是在3线城市在走。因为1线城市北上广，包括2线城市各大省会城市的这个景观的话，已经做了很多。那么这 color 这个部分的运用的话，就会到那个3线城市会比较多。1线城市区景观也有，但是很多的这个 architecture design、lighting design 都开始去用那个 on white 的光，我们也看到这种变化。那么在室内这一块，道路这一块的话，其实我想做一个澄清，就是10城万展的话，其实它原来并不是一个补贴项目，而且也不是路灯项目，是被定义成一个路灯的项目，大家认为它就是路灯，其实从来没有说过是路灯的一个项目，而且只不过是因为它是一个倡议性的项目，最后还是 money talking。如果没有 money 的话，那这些没有 money 的省份、城市，它都不会去做，不会去推。而且现在的就这个又搞第2轮的10城万展又开始，它其实也是一个倡议性的，所以大家不要去 confuse， 最后还是 money talking。但是 OLED 这一块的话，在明年的话还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因为随着价格的下来的话，EMC 的这个模式的话已经可以开始尝试的运用，因为10城万展有一个阶段的话，就是不行了，没钱过来的话 ，EMC 曾经想顶上去，但是 EMC 的看到那个投资回报的话不行，特别是国内的那些基金要求的投资回报率非常的高，而且时间要快，那不能满足。但是从明年开始的话，这个情况可能会有改变，而且还有很多海外的资金注入到这个 EMC， 海外的基金的话，对于投资回报的这个 ratio 的话还是比较 reasonable， 所以这一块的话是会动起来。那室内这一块的话，可能今年第4季度。马上或者是明年早一点的时候的话，发改委马上会启动一个就是12.5的2亿个灯头的补贴计划，主要是在射灯和筒灯上面，还有塔灯。那么它在目前的规划上面的话，并不考虑路灯展示，不考虑。所以这个2亿盏灯头的话，它补贴率大概在20%到30%，相应的国标的话，应该是在今年年底之内也马上会出来。所以这一块的话会拉动这个，特别是公家的那个楼堂馆所的那些需求，对于这个室内照明的一个需求，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在2012年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况。谢谢。Can you follow up? Can you give us your perspective regarding the questions we just asked? Sur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opportunity. First of all, how to be competitive in an oversupply situation? It is not only an oversupply situation, but if you have customers in the US and Europe, you know that there's a market slowdown as well. The results that are coming from the customers are not really good. So I can think of 4 strategies how to be competitive for a Taiwanese packaging company in this environment. 1, cost control, very serious cost control. Not only in operations, but to have processes, to have high yields, to be diversified, to be able to amortize the investments. So this is one. Secondly, innovation. As we all know, the lower end of the LED market is being eaten up by the mainland Chinese new LED packaging companies. So as a Taiwanese company, we really have no choice but to start offering more value-added products to the market, value-added for the customer. So innovation will have to be key. Third, global reach. So especially the lighting market is very global. Roughly, it is divided between US, Europe, and Asia, 1/3 each. So although historically Taiwanese companies haven't been known as brand companies, there are examples that
there are certain Taiwanese companies that have done a great job recently. For example, mobile phone manufacturer HTC is a great example. Acer is a great example. And now we have to be a global brand as well, globally recognized brand. And we have to be able to offer our customers, not only in China or in Taiwan, but in the US and Europe, a good products and a product portfolio. Fourth, finally, strategy is to be vertically integrated. Again, especially in lighting, it is becoming very, very hard to actually procure the LED and then put it on a board, procure the driver, and then make the fixture, get it all assembled, and go to market. Competitors are getting vertically integrated. Margin stacking is becoming a big issue because the price needs to come down. So I think vertical integration will be very important as well. So these are the 4 strategies that we're thinking of to stay competitive in this environment. Thank you. So 下一位是新世纪光电李宗明博士，博士欢迎发表你的想法。大家好。那首先跟各位抱歉一下，就是说本来是我们龚总经理徐世荣总经理要来跟各位在这边讨论一下，不过因为他临时有事哦，那所以请我帮他代打一下。那后来我想想，他也许不是临时有事哦，实在是这个 oversupply 这个问题实在太困难了哦，他可能根本不想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他要求我来简单的讲一下。那坦白说，我们是做晶片的厂商，做磊晶跟晶片的厂商。那看到这个问题，我想刚刚其实詹博士就詹所长这边有特别给了一些图哦，其实这个图也是我们内心希望看到的，就是说这大概就是一个景气循环的一个过程哦，那迟早总是会再回来的，这是我们第一个想法啊。那当然这是有点阿 Q 的想法，不过我回过头去检视我们所有的产品线，发现有一样产品完全没有 oversupply 的问题。如果各位有兴趣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各位啊，就是 high end 的产品完全没有 oversupply 的问题。我的客户对于我的 high end 的产品总是说你可不可以再生产多一点，可不可以再生产多一点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的是，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机会，因为我们并不是在一个产业里面已经没有机会再突破更多的限制，特别是像今天我看到这个昨天的那个卡穆拉博士跟今天的 George Carver 博士他们的这个 presentation， 我觉得我们充满了希望，因为我们现在不过是130多公per瓦，大家要做到250多公per瓦，我们有好多的机会，所以我觉得非常乐观啊，就是说至少我们还有很多突破的空间，那这是第一个。然后我刚刚看到第二个问题，好像是说要预测一下明年的景气啊，不过我想这个问题实在是更困难了。但是我基本上跟 Roger 就是说刚刚那个 LED Inside Roger 的看法很类似，我们觉得其实明年反弹的机会应该是非常高啦，因为至少今年很多问题是都不愿意这个拉库存的这个问题。那我想从年底我们看到一些迹象，看起来是有慢慢回升的一个趋势。那当然明年究竟整个世界的景气会怎么样，当然不是我们可以预测的。不过我觉得从一些基本面来看，应该是有机会哦。那第三个就是说，这个詹所长问到一个 killer application 的问题哦。我刚刚在想，这个 killer application 是指说照明之后还有没有 killer application？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实在太困难了，我很难想象有比照明更大的一个应用哦。但是我觉得，与其谈 killer application， 不如谈这个到底哪一个区域才是一个我们应该做的 killer sales area？ 就是说，我自己看，就是说，今天这个 George Crawford 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的 MOCD 生产过剩。其实我倒不是这样看的，我自己觉得，如果用目前的灯的这个算法来看的话，可能有过剩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如果回过头去看，到底有多少地方还没有电、还没有灯，还值得开发的话，我觉得那个地方其实是充满了希望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谢谢。好，谢谢李博士。所以目前我们的结论是，上游比较乐观，下游比较悲观。那这个做 niche market 比较乐观，做 general purpose 比较悲观。那这个龙达光电是从上游做到下游，你的看法是怎么样？今年龙达在 LED 照明这一块，事实上是享受蛮不错的一个成长。那这个我想要感谢我们的客户。那
我想我们今年大概就是逐季一直在成长，那一直到9月、10月大概是一个高峰。那10月以后开始市场的需求会比较平稳下来。那我想在这个 LED oversupply 这个时候哈，那事实上在照明的部分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做的哦，就是整个 LED 照明事实上没有被满足的需求还相当的多哦。那所以说最重要的应该是怎么样去跟你的客户做一个好的连接。那包括在规格方面，在品质方面，在成本方面哈。那还有就是你能不能提供给他一个他要的一个服务？那这几个方面我们都在学习。那我想我们在今年事实上从客户端学到蛮多的。那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以明年的情况来看哈，那整个市场的需求我们相信还是会有大幅的成长，但是价格压力会非常大哦。那这一部分的话事实上我们也必须要做好准备，因为价格的下降对这个产业来说事实上是健康的。那不一定是不好的。那 LED 的 oversupply 对于LED lighting 这个产业来说不见得是不好的。那我们可以就是利用这个机会。那如果说有在研发创新方面有能力的厂商那它可以让价格下降的速度更快。经过一番淘汰之后，那我相信这个产业会变得比较健康。那另外的话就是龙达其实我们现在在研发的就是我们以目前今年来看我们在 retrofit 的部分我们算是做的还不错，就是在包括灯管跟灯泡方面。那我们的灯具就是平板灯方面，我们开始慢慢有一些一个月有几千片这样的需求出来。那这个礼拜一我刚从那个香港照明展回来了哈。那我们在那个展场上面大概有展出我们所谓的 Smart Lighting System 那这个部分在整个会场上是比较少见的。那很多的客户大概到我们的摊位上来拜访大概都是来看我们的平板灯的系统，还有那个 Smart Lighting Control System。那这个部分的话事实上它的道理大概很简单，就是希望说透过你的你的无线的手持装置那当你回到家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很轻松用你的手指头控制你的比如说你的这个手持装置，那可以调整你的室内光线的明暗，可以调整它的色温，那调到一个你觉得很舒服你要的一个情境那这个是目前我们在开发的一个方向。所以我想未来的话龙达大概会有2个方向一个是在 retrofit 的部分包括灯源灯具灯源的部分包括灯管或是各种接头的灯泡，这一方面我们必须要做到很好的性价比那因为这一方面的价格竞争会非常的激烈包括说我们看到很多中国大陆的这些制造商他们在过去1年进步了相当多所以我们的竞争对手不一定只是台湾的这些supplier， 有可能我们更大的竞争对手在中国那所以这方面我们必须要透过我们创新的设计来达到很快的降低速度。那另外来达到很快的降价那另外的话大概就是我们在供应链管理部分我们也持续在加强因为当到达一定的经济规模之后，那供应链的管理就变得非常重要，而且它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价格的下降会更显著。那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从灯源走到灯具，那控制方面，然后走到我们的服务那这一块的话就我想应该这是未来一个比较大的方向，因为服务的部分或是说你提供一个total solution这个部分是
比较没有人可以去 copy 的，因为它事实上是每一家公司都是很独特的。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是我们未来一个着重的一个布局。谢谢大家。好，谢谢4位panelists 刚刚一经一轮的这个表达意见。那我想接下去就开放给现场的听众。那你麻烦你举手之后表达你是哪个单位，然后你的问题，然后这个你觉得你要指定谁来回答。好，那我们现在就开放现场的听众，有没有人愿意问第一个问题？那边在左边的，在你那边右边。大家好，我是那个 KTU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这个测光室就测试跟这个直下式还有模式，对于两个被代理或照明产业来讲，对于这个贵宾对于这个到底他们的这种哪一个会比较有潜力？就是说未来他们的趋势当这个问题会比较大，所以我不太清楚说要请教哪位先进来，是不是请有答机会的同答来回答。谢谢你问这个问题啊。那事实上，过去几天我在那个香港照明厂，我也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讲平板灯，事实上就大概有这2种solution那各位可以想想看你如果在一个风和日丽的那个户外那你看到很大的一个太阳那你喜欢那个太阳的光线那让所有东西都变得很美。那但是你会希望说，有一棵大树树荫下，你可以在那边乘凉。你并不喜欢去看到那个太阳，但是你喜欢太阳带给你这个漂亮的一个光线所以间接光，我觉得应该对于人类来说间接光应该会是人类比较喜欢的一个光线那如果从人因工程或是从人类的需求来说我相信间接光会是人类比较喜欢的一个光线。背光模组的话背光模组的话因为我刚才提到我现在谈的都是照明的部分那背光模组的话，当然我相信只要你不要我刚才特别强调是不要看到那个亮点那如果说以背光模组的话，那可能会是不一样的一个 story 因为这 topic 不一样。那所以说它只要你不看到直接去在照明上只要你不直接去看到那个光就那个 bright up 那个亮很亮的让你眼睛不舒服的那个亮点，事实上应该它不会只是现有你看到一个平板灯的一个设计这样的一个架构，应该还有很多新的架构会未来会被开发出来。那我们也在思考这些架构。那这些架构就需要有很多的包括光学还有很多相关材料的这些设计在里面。有没有其他要补充的 ？OK， 那有没有人还有想？我是聚基科技杨立昌。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易光的这个 Dr. Kogan， 他今天的这个 presentation 里面其实有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的这个市场，政府到底可不可以去定一些照明的一些标准，然后呢，让有一些工程让台湾的厂商能够来做。我想政府如果不来做一些主导，比方说定这些。然后让台湾将来就走向这个照明。其实台湾所有的厂商几乎是没有一个磨练的一个机会。那到底政府能不能，或者说电光手这边能够协助政府提出来说，将来路灯台湾的路灯标准应该要定在什么样子，然后开放让台湾有做路灯这个能力的这厂商来参加。那这样子，我想虽然台湾的市场并不是很大。至少对于台湾厂商在照明技术上的这个磨练，会是一个帮助。不知道各位的一些看法。
好，我想我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有关这些照明的产品的标准，事实上都已经在规范，在采购那边规范，但是有时候就会受到一些干扰。比如说，我们都希望定到更高一点，比如说85流明瓦的灯具，那就会有很多厂商反映，就说定太高，要低一点等等，这一直在。但是我想慢慢大家都收敛了大家的看法在。然后我们也发现，就是说在之前没有定标准之前，那个 fail rate 非常高，那定了标准之后，也就在路灯fail rate 实际上就减少。那政府这边是政府这边当然有几个措施，我们今年已经在前部点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交通号志灯 LED 化的这个工程。那接下去就是路灯部分，今年也要汰换相当程度的那些路灯，尤其是水泥路灯。那这部分事实上是政府的财政也有困难在，所以这部分是由台电的公司来支付这件事情。所以关于标准以及政府的这个奖励措施都有在做，但我们也同时认定到，就是说内需市场的这个电力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厂商，所以这些我想在政策上面都会持续的会去做。那我想我大概就回答到这边。是不是还有一位？对，请。各位先进大家好。我想针对这个市场供需的问题我想大概提一下。我们都知道目前的面板厂大概都是 in-house process， 包含从北京封装的部分都开始做。那针对这样一个发展，那以台湾的传统 LED 的一个供应链来讲，我们都是从 A 级做下来。针对这样一个转变来讲的话，我们的就是说大家的看法、应的想法是怎么做？那另外一点，我们也大概了解到，就是说这些面板厂把好的精力去做背光模组以后，它其他的精力就是做 lighting。那像这样的一个趋势来讲，在座就是说有封装厂，当然也有做一些 lighting 的部分。那我们大概看法跟你的一个想法是什么？谢谢。Okay, Bill, you want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because you talk about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Everlight used to be the package module house. Now you want to do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Will you hurt your supplier or your customers with your perspective? So as you mentioned, vertical integration exists on the TV market, and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I'm referring to is, for us at least, for lighting. And there are challenges with that. For example, not having access to channel, not having brand recognition for lighting, and lighting channel is a very complex channel. It's not easy to establish this. It takes a long time to establish. However, I think it is a necessity in the end because competitors and strong competitors are doing it. We see in different geographies LED package manufacturers becoming or starting to become lighting companies. And I think Cree is a very good example of this. If you look at their products, recently they launched a product where they provide 1 year return on investment. And the product warranty is longer than that. So how can you beat that? This is what the competition is. The competition is not really traditional lighting companies, but the competition is what we see very good solid state lighting companies. So that is what we have to react to. 那龙堂，你们会不会刚刚讲的好的晶片留下来自己做背光，然后差一点再流到外面做封装呢？事实上，以龙堂目前的情况来说，我们主要是做 ODM。那 ODM 的客户我提的是照明所以说ODM 的客户，他事实上他的规格都已经定得非常清楚。那有什么样的 performance 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 quality level 我们要达到，那我们就一定要去达到才能做出口。那
照明跟背光两块事实上是可以有机会来互补的。那我们一开始可能有一些大的照明公司会想要跟我们合作，也是觉得说我们可以去 leverage 背光这一块的LED 那因为照明还不大，但是现在慢慢的已经开始会变成LED 开始要走LED 自己的路，那有很多新的架构会出来。那未来你看到的用在 LED 上面的用在照明上面的 LED 跟用在背光上面的 LED 长得可能也不一定会一样。所以说这个是我想是两个不一样的市场。那我们各会去 meet 这不同客户的这个需求。谢谢。好我想因为在做像我会问你一个问题，你刚刚谈到 EMC 所谓合同人员管理，那这个东西的进展怎么样？这会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 business model， 常常会得到 profit 吗？还是怎么样？你们 Philip 会 involve 在这个 EMC heavily 在 China market？ 这个 EMC 其实是一个相应的历史环境的产物，就是应该是在前年年底、去年年初的时候，就是市政发展的推进并不是很理想的时候，就是一些地方的政府想到，就是是不是可以有 EMC 的模式？比如说像在广东省就成立了专门的一个基金来操作，但事实上，最后用 EMC 模式去运作项目的话，就是后忙影响非常的少，因为这个投资回报的话，这个周期还是觉得太长，所以这一块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被运作起来。那国内就是在大陆的话，它是有这样一个基础，就是资金缺乏好的流向投资方向。那现在房地产不能搞，股票也不能搞，金融产品又很少。那这些资金的话是希望能够投向有回报而且有快回报的地方。那么就是阻碍就是一个 payback 太长，不能满足他们的预期。但是随着芯片的价格以每3个月5%到8%的速度下降的话，目前的价格跟去年同期的价格比的话，已经有很大的一个差别。然后你到明年，如果到6月份的时候你去看的话，还会有更大一个差别。这个灯头的话，基本上是可以控制在3年之内，在品质有保障的一个前提下。那么国内的一些基金的话，它是最好是控制在2年之内，它就愿意投了 EMC。那么如果有海外基金注入的话，那些 EMC 公司的话，3年它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需求的这个回报的话，相对来说比国内的这些游资的话要求略低一点，略合理。那飞利浦怎么看呢？飞利浦本身就有，就是我们的客户应该说，飞利浦照明的话，他们的项目渠道的话，它本身就提供给它的最终用户很 flexible 的解决方案。你如果要通过 EMC 方式做，可以，你自己有 EMC 公司，我跟 EMC 合作，没有我也有合作的 EMC 公司，也可以合作。这个 EMC 合作的话，很大程度上，特别是在一些2、3线城市敢做，但是地方政府已经透支它的财政预算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它是可以用 EMC 的。好，我想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想我们在最后做一些结论，就是刚刚谈到在这个 oversupply 的情况之下呢，各位panel都提到，你唯有一个产品的差异化、机动品质 diversify， 然后增加你的附加价值，甚至有些 innovation， 比如说利用无线去控制等等，在 apps 的condition 之下，那特别强调 cost down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何度过这个难关。那包括这个与客户的这个连接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想各位这个也不要太悲观了。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通常这个市调的 prediction 在 upturn 的时候呢，它都会预期都会很好，在 downturn 的时候都会 over 这个，就是说都会更悲观。在好的时候，它会预期的会更好；在坏的时候预期的更坏。我刚刚提了很多。实际上我没有觉得那么悲观，我觉得甚至比如到2015年，甚至到2014、13年，金融来讲就会很会起飞啊。然后从我们很多的研究看起来一些趋势，跟一些研究机构的接触，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个人觉得在取代60瓦的白炽灯泡，在最快在明年底最快在明后年应该可以达到5块
市售价格。那40瓦的可以到5块美金，60瓦的话可以到7块美金，相较于现在10块20块，我觉得是，我相信很快的明年底就可以看得到了。那我是比较乐观一点，但是我是在营运单位，我不负责任何的这个责任在。我想大家也看到景气是有个循环啊，当然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到了寒冬将至了，这个春夜也快要来，春夜就不会太冷了。所以大家不要太悲观 ，LED 还是在持续的成长当中。那在一个景气循环当中，有一些过去比较不好的体质的公司会被淘汰，剩下来都是会更强壮的，那会更有竞争力。那尤其在东亚，尤其在台湾中国大陆、韩国、日本，我想未来的竞争主题会在这个地方。那我想非常谢谢各位参与，非常我们再次谢谢4位评论师给我们今天精彩的这个传播跟分享的意见，我们再次的谢谢他们。我这地方就conclude我这边的 section， 那交给主持人。谢谢。Thank you all for this great panel discussion. 那我们再给来宾热烈的掌声，可以吗？